今天必须喝。怀孕第19天，我在茶水间热汤，倒出药渣，准备涮壶。汤料包的夹层突然松开，一张折叠的处方小票掉在了保温壶底，边缘被煮烂了大半，但最后一味药的名字刚好露了出来，上面那味药孕期绝对不能碰。而我已经喝了整整19天，茶水间里只有我一个人，空调开得很足，我后背却一点一点发凉。我把那张小票拍了照，又把壶里的药渣拍了照。刚拍完，手机就响了，是何远，你是不是开壶了？他第一句就这么问，我心口一沉，开了，怎么了？他那边安静了1秒，没事。就是随便问问，妈说你最近总剩汤，怕你今天又没喝。我低头看着那张纸，你怎么知道我开壶了？他笑了一下，你这话说的，我就是随便问问，你别多想。妈今天一早炖了2小时，怕你浪费。他说的很自然，可我就是觉得不对，太快了，像他不是在问我喝没喝，而是在确认什么东西有没有被我看见。我挂了电话，把他的黑色保温壶也拧开了，一打开，我愣住了，里面是淡黄色的汤，没有药味，只有食材香气。捞出来，虫草花、花椒、红枣，还有几块炖软的鸡肉，而我壶里那份苦得发涩。喝一口喉咙都难受，我盯着2个壶，直接拍照，一个黑壶，一个白壶，一个像补汤，一个像药罐。我想起杜翠兰每天递壶给我时说的话，男人上班费脑子，得补，然后看我一眼，再补一句，你怀着孩子不能乱吃，得按方子来。我以前竟然觉得没什么不对。下午我把那张处方小票的照片发给了方月，他现在在市妇幼作药剂，专门发孕期用药避雷的帖子。我只发3个字，能喝吗？他回得很快，谁给你开的？不是医院开的，家里熬的。他隔了2分钟才回，单词不好说，但这几位不建议孕早期长期碰，尤其最后那个不稳妥。你现在孕早期，谁给你乱熬的？我盯着屏幕，手一点点收紧。我没回他，说什么？说我以为婆婆是在照顾我，结果她给我和他儿子炖的是2种完全不同的东西。下午6点，我没等何远，先回了家。刚到门口，厨房里有人说话，门没关严，声音压得很低，是何远。他今天好像看见了，问得有点怪。杜翠兰哼了一声，看见又怎样？你就说是偏方。他懂什么？这方子本来就不是一下见效，得慢慢来。我站在门外，手里的包一下攥紧了，你别弄太过。他最近已经起疑了，我过什么了？我还不是为了你。他这胎要是个闺女，汤就继续喝；要是个儿子，就得换方子，别伤了根。我整个人僵在门口，反正房子得先稳住，他能生最好，不能生也不能白占着何家的位置。我站在黑暗里没动，我现在就是这么想的。这个家从来没打算要我。我站在门外，没急着进去，手机握在手里，屏幕已经亮着。厨房里，杜翠兰还在说，女人怀孩子本来就要看命，她要是真争气，生个儿子，咱们也不至于费这么多心思。你少说2句，他耳朵尖，听见了又能怎样？他现在肚子里还怀着孩子，离得了吗？闹得起吗？我没再听下去，再听我怕我会直接冲进去，把那锅汤扣在他脸上，嘴角扯了一下，深吸一口气，推门进屋。厨房里的声音一下停了。杜翠兰回头看见我，脸上立刻挂上笑，回来啦，我刚把排骨炖上，今天给你换个口味。何源走出来，接过我的包，我看着他，声音很平，怎么不等我一起加班？他盯着我看了2秒，像是在判断我到底听到了多少。晚上9点，杜翠兰来敲门，端着热了第2遍的汤。她端着热了第2遍的汤，脸上恢复了慈爱样。来，多少喝2口，你不为自己想，也得为孩子想。我抬头看他，妈，这汤里都放了什么？他手顿了一下，很快又笑，还能放什么？都是补身子的。你别听网上那些乱七八糟的，妈还能害你不成？今天汤料包里那张处方小票是怎么回事？他脸上的笑一下僵住了。门外何远也走了过来，什么处方小票？我看向他，你不知道？他皱眉，装得挺像，我真不知道，是不是妈买药时加在料包里了？对，药房拿回来时随手加进去的，忘记取出来了。你这孩子就是想太多。我没接他这句，我把药材名字发给朋友看了，他说有一味孕早期不适合长期吃。屋里一下安静了，杜翠兰眼神闪了一下，随即拔高声音，你那什么朋友，懂得有我多吗？我生何远时什么偏方没吃过，不也好好的？何远皱着眉头，一副头疼样。妈也是好心，他没文化，你要是不放心，明天别喝了，行不行？他听着像在帮我，实际还是在替杜翠兰兜底。我看着他，所以我喝苦药，你喝花椒。我是孕妇，我不能补，你是男人，要精细养着。他声音压低了，你说话别这么冲，妈天天伺候你，你就算不领情，也没必要这样。我盯着他，突然觉得很没意思。行，是我不识好歹，这汤以后我不喝了。你敢？你肚子里怀的是何家的孩子，不是你一个人的。我掀开被子，下床，当着他们的面把那碗汤直接倒进了卫生间马桶，水一冲，干干净净。林小晨，你疯了吧？我把空碗放回他手里，声音很轻，对，我疯了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做的东西我一口都不吃。然后我看向何远，那家庭卡里最近那几笔月租和营养费是给谁的？他神色一僵，就这1秒已经够了。半夜1点多，我起来接水，客厅灯关着，阳台有一点亮光。何远在打电话，他声音压得很低，但我还是听清了。你放心，他那边房本和身份证我已经拍到了，等他肚子再大点，手续更好办。最近先别刺激他。电话那头是个女人声音，很轻很黏。那房子的事什么时候能定？快了，他现在有点起疑，我得先稳住他。我站在黑暗里，后背一点一点发凉。我慢慢退回卧室，关上门，打开手机，把刚才听到的话一字不落记了下来。然后我给宋鑫发了一条消息，帮我查个人，还有我明天想见个律师。第2天，杜翠兰还在厨房煮汤，满屋子都是药味。她见我出来，居然还笑了一下。昨天闹完脾气，今天总该好了吧？我给你把汤重新配了，温和些。我看都没看那锅，自己从冰箱里拿了牛奶和面包。杜翠兰脸一下拉下来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撕开面包袋，语气很平，字面意思，
我不喝了。中午，宋鑫给我发来消息，那几个转账记录我找人看了，收款人里有个手机号实名，叫钟雅，地址在蓝湾公馆，月租18000，月租、营养费，高档公寓，能查到更多吗？宋鑫秒回，你老公真在外面养人了？还有，他昨晚提到房本和身份证，这已经不是单纯出轨了，这是奔着你的房子来的。我把何远最近2个月的打车记录、加班时间和定位都翻了出来。他嘴上说项目忙，经常晚上10点才回家，可家庭共享定位里，一半时间他都停在蓝湾公馆附近。周三说去见客户，在那里待了4小时。周五说开会，还是那里。昨天下午从我公司附近离开，也去了那里。原来不是我多想，是他演得太久了。晚上，杜翠兰拉着我去了商场母婴层，一进店，她笑得别提多热情。这个小衣服真可爱，不管男孩女孩都能穿。店员夸道：“阿姨对儿媳真好。”现在这么上心的婆婆不多了，我就这一个儿媳，当然得疼。我站在旁边，听得想笑。疼，她的疼是一手稳住我，一手喂饱外面那个女人。结账时，杜翠兰抢着付钱。您家宝宝真有福气，那也得看是不是个有福的。我什么都没说，当没听见。回到家，我翻购物袋，看见袋底压着一张送货单，上面是2套高档婴儿用品，一套进口婴儿床，一套孕妇靠枕。收货地址不是我家，是蓝湾公馆2栋1703，收货人钟雅。我拿着那张单子站了几秒，下一秒我直接拍照发给宋鑫，地址对上了。宋鑫那边气的声音都高了，带你去母婴店演戏，转头给外面的女人买全套。你现在别冲动，先把证据留好。我什么都没说，转身回房，把门关上。快递单留着，小票留着，消费记录留着。从现在开始，这个家里每一件不对劲的事，我都要记下来。晚上，宋鑫发来最后一条消息：钟雅，27岁，美容院合伙人，最近确实有孕检记录。还有，他住的那套房租金一直是何远在付。我盯着那条消息，没再犹豫。第二天下午，我请了半天假，直接打车去了蓝湾公馆1703。我站在门口，按下门铃，里面拖鞋声越来越近。门一开，我先看见一双白色毛绒拖鞋，那是我去年双11买的同款备用那双。再往上是一条宽松孕妇裙，再往上是一张年轻的脸。你找谁？我盯着他脚边那一袋母婴用品，最上面放着一双红色小虎头鞋，那是杜翠兰亲手织的。我声音很平，找何远。他先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，不是心虚，是得意。他不在，刚下楼买东西了，你要不要进来等？屋里收拾得很干净，婴儿床刚组装好，沙发上有孕妇靠枕，茶几上摆着燕窝、孕妇奶粉，还有一盒我很眼熟的进口 DHA。那盒 DHA 是我妈上个月托人从外地买给我的，我在家里一次都没见过。钟雅顺着我的视线看过去，笑意更深了。你认出来了？阿姨说你胃口差，吃了也是浪费，不如先给我补着。她一边说，一边摸了摸自己的肚子。我盯着她脚上的拖鞋，我的备用那双。你知道我是谁？她抬了抬下巴。知道啊，何远老婆吗？这句何远老婆被他说得轻飘飘的，像一个快过期的标签。他靠在门边，语气更轻了。你来找他是想闹？其实没必要，他都跟我说了，你这边迟早要离。我没接他这句，只低头看了眼手机，录音已经开着。我抬头问他，他是怎么跟你说的？他大概没想到我这么平静，反而更放松了。他说你这胎不一定能撑住，让我别急。他还说等手续那边一收尾，你们的事就好谈了。他故意笑了一下。对了，他还说你最近特别爱查东西，动不动翻账单看定位，挺烦的。我也笑了。是吗？他越说越来劲。你也别怪他，男人嘛，总要给自己留条后路。再说了，阿姨也不喜欢你，她说你脾气硬，肚子还不争气，要不是看你名下那套房还算有用，她早让你走了。我听到这里，手指已经掐进掌心了，可我脸上没动。我继续问，那你肚子里的孩子呢？钟雅扬了扬眉，这个不一样，阿姨找人看过，说我这胎大概率是儿子。她说何家的根不能断。这句话一出来，我连最后一点侥幸都没了。杜翠兰不是单纯偏心，她是在2头下注，一头稳着我，拿我的房子和钱，一头养着外面的女人，等她生儿子。钟雅见我不说话，声音更软了些，你其实挺可怜的，怀着孩子还什么都不知道。不过现在知道也不晚，你要是识相一点，早点让位，对大家都好。我抬眼看他，房子的事办到哪一步了？他明显犹豫了一下，大概觉得我已经被打懵了，居然真开口了。手续快了，他说你身份证和房本资料都准备的差不多了，等你肚子再大点，很多事就由不得你了。他往前一步，压低声音，他还说像你这种女人最怕家散，也最怕孩子出事，所以你最后一定会认。我听完只点了点头。好。他皱了下眉，你不生气？我看着他，你比我更清楚发生了什么。说完我转身就走。电梯门关上的那一秒，我低头看了眼手机，录音时间9分52秒，够了。我刚下到1楼，就撞见了提着水果回来的何远，车厘子和猕猴桃。我怀孕后提过好几次想吃，家里一次都没买过。他一看见我，脸色立刻变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看着他，淡淡开口，路过。他盯着我，眼神发紧。你上去了？见到谁了？我笑了一下。你说呢？他往前走了一步，声音压得很低。小陈，
你别闹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后退半步，看着他手里的水果。何远，你现在说这句话，自己信吗？我知道那边的钟雅才刚刚开场。回到车上，手机接连震了2下。第一条是一张陌生截图，中介的内部申请记录，有人拿着我的房本和复印件，正在走线下黑渠道申请抵押，提交时间是今天上午，而我那时候在公司，我根本没签过任何字。第二条是一张偷拍照片，照片里何远坐在贷款中介对面，手里拿着我的身份证复印件，桌上还摊着房本照片和一张签了字的授权书。授权人那一栏写的是我的名字，但那根本不是我的字。他们想要的从来不只是骗我生孩子，他们要的是我的房子。半小时后，我坐进了谢律的办公室。他30多岁，穿白衬衫，话不多。他把我的照片、录音、转账截图、送货单、处方小票、截图记录一样样翻看。看到贷款申请那页时，他眉头才动了一下。你这套房婚前买的？对，首付我自己出，房本写我一个人名字，婚后还贷呢，我还得多，他偶尔转一点，大头都是我。房子主体还在你手里，问题不大，但对方已经拿你的证件做了申请，如果不及时拦，后面会很麻烦。能拦吗？能。先做异议登记，再查抵押流程走到哪一步，必要的话申请财产保全。他停了一下，补了一句，他们找的是地下黑中介，这种机构只要有房本照片和身份证复印件，就会先走预审，先给你报个再审记录。你今天要是在那张授权书上签了字，钱当天就能被套出去。我手指慢慢攥紧，不是在谈房子，是在谈今天差点发生的事。他说完，看了我一眼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别再把这事当家务事，这不是夫妻吵架，是有人在动你的核心资产。这句我听懂了，他们动的不是感情，是我的命根子。谢律给我列了一张清单，录音原件留好，流水打印，购物票据保留，家里证件、房本、银行卡，能拿出来的先拿出来。你最近有没有收到银行确认电话、贷款回访或者身份核验短信？暂时没有，那就说明他们可能还在走外围渠道，或者想等时机成熟再逼你配合。他合上电脑，林小晨，你现在最重要的事就2件，第一，稳住，第二，留痕。从律所出来，宋鑫陪我去打印了流水。家庭卡这半年里多了10几笔我以前没细看的支出，月租、营养费、婴儿用品、美容卡，收款人不止一个，但最后绕来绕去都和钟雅有关系。你出房贷，他出轨；你养家，他养胎。最恶心的是你婆婆，嘴上叫你亲女儿，背地里拿你的钱给外面那个坐月子。我把流水收进文件袋里，还没到坐月子那一步，不是冷静，是气过头了。当晚我回家前，先去超市给自己买了牛奶、全麦面包和水果。进门时，家里很安静，何远坐在沙发上刷手机，杜翠兰在厨房切菜，刀剁得很响。见我回来，何远抬头，你下午去哪了？我给你打电话没接。我把包放下，语气平平，开会。他盯着我，明显不信。你去蓝湾公馆了，是不是？我看着他，直接笑了。怎么，心虚了？他懒得拆穿，我也懒得跟他演，直接拎着买回来的东西进了卧室。半夜我轻手轻脚出了卧室，推开杜翠兰的房门一条缝，借着客厅那点光往里看，床头柜最下面一层果然塞着一叠纸，我的身份证复印件、房本复印件、结婚证复印件，还有一份打印好的空白授权委托书。授权事项那一栏已经打好了字，房产抵押、贷款办理、产权相关手续待办，只差签名。我把这些全拍了照，翻到最下面又看见一张银行回单，转账人杜翠兰，收款人钟雅，金额28888元，备注安胎费。我差点笑出声，给我灌苦药汤，给钟雅转安胎费，真是一碗汤都不浪费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正准备出门去做异议登记，杜翠兰的语音就弹了过来，声音带着哭腔，小陈，你快回来一趟，妈刚才在厨房摔了，腿动不了了，你快点，妈一个人在家害怕。宋鑫在旁边听见，直接冷笑，这时间点也太巧了。没等我说话，第二条语音又来了，家里还来了几个办手续的人，我听不懂他们说什么，你快回来帮妈看看。我和宋鑫对视了一眼，转身下楼打车回家。我一进门，客厅里坐了3个男人，一个是贷款中介，另外2个穿得很正式，手边放着公文包，桌上已经摊好了文件。我只扫了一眼，就看见了抵押借款、产权共有人确认几个字。宋鑫跟在我后面进门，直接笑了，阿姨腿摔了，脑子倒挺好使，还知道把中介请家里来。杜翠兰脸一拉，你谁啊？我们家说是有你插嘴的份吗？宋鑫把包往玄关一放，我是林小晨的朋友，你们这架势不像说是，像诈骗。何远站起来，语气很沉，小陈，我本来想跟你慢慢谈，既然你已经知道了，那今天就当面说开吧。我把门关上，嘴角冷了一下，行，你说。他指了指茶几上的文件，我最近项目出了点问题，外面有笔钱卡着，咱们这套房先做个抵押，周转一下，等款回来马上还，就是夫妻之间互相帮一把，不是什么大事。我没理那些话，直接看向对面的3个男人，这份材料上的签名不是我签的，我今天在公司上班，没有授权过任何人代办。贷款中介脸色一变，立刻打圆场，女士，我们也是按客户提供的材料走流程，用伪造签名走流程，你们知道要担什么责任吗？
他闭嘴了。另外2个男人已经开始收拾文件，我看向中介，警察已经在路上了。你们要走，现在走，要留下，等会儿跟警察解释这份材料是谁给的。3个人没再多说，起身就往外走。门一关，屋里只剩我们几个。何远咬着牙，压着声音，我看着他，林小晨，你非要把事情做绝，是你们先做绝的。你们是不是觉得我怀孕了，就只能任你们拿捏？是不是觉得我怕家散，怕孩子出事，就一定会签？他没说话，可他的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，他就是这么想的。杜翠兰见软的不行，突然端着一碗汤快步走过来，往我手里塞。你先把这个喝了，有什么事喝完再说。那股熟悉的苦味一冲过来，我胃里立刻翻了。我往后退了一步，拿开，他却不依不饶，手还往前送。你今天必须喝，你这几天不喝汤，孩子出事怎么办？我孩子出不出事跟你没关系。他脸一下扭了，手上力气也重了。你肚子里怀的是何家的种。他这一拽，我下意识甩手，汤碗一歪，热汤泼在我手背上。我往后一退，腰一下撞在了茶几角上，下一秒我小腹猛地一紧，那种疼来得又急又沉，手本能地捂住肚子。小陈，你怎么了？我低头看到裤腿内侧慢慢阴出一块红，而何远站在原地，居然先弯腰去捡那份贷款合同。我被抬上救护车的时候，手一直按着肚子。何远那个畜生，你都见红了，他居然先去捡合同。我闭着眼，没力气说话，小腹还在一阵一阵发紧，那种疼不是一下过去，是钝的闷的。到了医院，我被直接推进急诊。孩子呢？医生看了我一眼，目前还有胎心，但有先兆流产迹象，得住院保胎。我听到还有胎心4个字，整个人才松了一点。没多久，谢律到了，还能坚持吗？能，那就把今天发生的事按顺序说一遍，时间点、动作，谁说了什么，尽量细。我明白他的意思，现在不是哭的时候，是补证据的时候。我把从进门到见红这10几分钟，一句句说给他听。谁坐在哪儿？谁先递文件？谁说让我签字？谁端汤过来？谁碰了我？谁先叫救护车？谁先捡合同？谢律边听边记，记到最后，他抬头说了一句：这事已经不只是离婚了，如果监控够清楚，警方会备案，后面可以往人身侵害方向走。晚上7点多，警察来做笔录，我把录音、转账截图、征信记录、短信照片全交了。警察边看边皱眉：你名下房产被申请抵押，你本人不知情？对。今天对方还想让你现场补签？对。你婆婆端汤逼你喝，过程中发生推搡，我停了停，她往我手里塞汤，我后退撞到桌角，之后就见红了。晚上何远来了病房，他第一眼看的不是我脸色，是我的肚子。孩子怎么样？我看着他没说话。小陈，妈不是故意的，今天那种情况谁也没想到会这样，咱们先别把事闹大，行不行？是怕影响你贷款，还是怕影响钟雅养胎？你现在最重要的是保孩子，别再折腾了。警察那边能不能先别追究？妈年纪大了，真受不了刺激。我听完只觉得恶心。谢律已经走进来，把平板放到他面前，屏幕上是刚调出来的客厅监控。杜翠兰端着汤冲过来，我后退，他手还往前送，我撞上茶几角，捂着肚子往下滑。何远冲过来的第一反应不是扶我，是弯腰去捡地上的贷款合同。视频停在这一阵，病房里一下安静了。我把视线从屏幕上挪开，看向他，滚。他像是没听清，你说什么？我说滚，你们母子俩以后不用再出现在我面前，再靠近一步我就报警。他站在原地半天没动，就在这时，他手机响了，听筒那边的声音直接露了出来，是个女人，软软的，带着埋怨。阿姨不是说有办法让他消停吗？怎么还进医院了？病房里一下死寂，我听出来了，是钟雅。何远慌忙去按手机，可已经晚了。宋鑫第一个炸了，有办法让他消停？何远，你妈跟钟雅背地里到底还商量了什么？他张了张嘴，半天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。谢律站在一边，低头把来电时间记了下来，号码保留，通话记录别删，这也是证据。何远抬头看向我，眼神里第一次有了点慌。小陈，我可以解释。我直接打断他，你不是能解释，你是习惯了把我当傻子，滚出去。这次他没再硬撑，转身出了病房。我闭上眼，手放在肚子上，孩子还在，这是现在唯一值得庆幸的事。谢律中午来了，递给我一个文件夹，房产异议登记已经先做上了，抵押流程暂时卡住，警方那边已经备案，你这边的重点继续补证。他停了停，又补了一句，何远这几年对外借了不少钱，名义都不一样，数额加起来不小。宋鑫接过话，说白了就是四处拆东墙补西墙，骗你，骗外面女人，骗借款人，谁手里有钱他就咬谁。我低头看着文件，他每次找我要钱的时间和那些借款时间线几乎一一对得上，说项目垫资让我给10万，说朋友出事急用2万，说男人压力大我不帮他谁帮他。原来每一句话都是拿来骗我的。下午3点，病房门又响了，我以为是医生，抬头一看，居然是钟雅。她没化妆，头发随便扎着，脸色很差。宋鑫第一反应就是站起来拦她，你来干什么？钟雅看了他一眼，声音发哑，我不是来吵架的，我来找林小晨。他把手机放到我面前，你自己看，屏幕上
是他和何远的聊天记录，前面还是哄他的话，后面风向就变了。钟雅问，房子的贷款怎么还没下来？何远回，他最近急了，不太好弄。再往下是更刺眼的一句，你先别闹，真不行你就说孩子不是我的，先把自己摘出去。我抬眼看他，他扯了下嘴角，看懂了吧？钱一出问题，他第一时间想的不是保我，也不是保孩子，是让我背锅。他顿了一下，把手机屏幕翻到另一页，我昨天去查了他的底，他根本不是什么项目款卡住了，他外面欠了将近100万的烂账，借款人、网贷、私人高利贷全都快到期了。宋鑫把杯子重重放下，钟雅声音很平的像在说别人的事。他不仅要拿你的房子去填坑，还想让我用肚子里的孩子去给他的网贷做担保。他不爱任何人，他只爱钱和还没被他榨干的人。他往下翻了一页，是他和杜翠兰的聊天。你别担心，你肚子里这个才重要，他那个要是保不住更好，省得以后争。宋鑫看完脸都黑了，这老太婆是真疯了。钟雅低着头，手一直攥着手机。我一开始以为她是真的会离婚娶我，杜翠兰也一直让我放心，说外面那个不过是占着房子，迟早得清。我甚至还觉得是你挡了我的路。她抬头看我，眼里第一次没了那种挑衅。可我现在知道了，她谁都不爱，她只爱谁手里有钱，谁还能被她骗。我静静地听着，病房里很安静，孩子还在，这是现在唯一能抓住的东西。宋鑫站起来，走到窗边，谢律也在笔记本上写下最后一行字。钟雅转身离开时，没再说一句话。我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门外。有些人不到最后，你看不清他的真面目；有些人一直站在身边，才真正值得信任。我闭上眼，手放在肚子上，轻轻叹了口气。事情还没结束，但至少现在方向是对的。警方的调查，房产的意义，该走的程序，一步步来。至于何远和杜翠兰，我不会再让他们靠近一步。至于孩子，只要还在，就是希望。窗外天色渐暗，病房里灯光明亮。我问他，所以你今天来是想干什么？还有，你收到那张照片的短信是我发的，他去办手续那天我在旁边，当时想告诉你，又缩回去了。里面有他让我伪造借款合同的截图，还有他发给我的你身份证照片、房本照片，贷款中介那边的联系人也是他推给我的。宋鑫盯着那个 U 盘，没立刻碰。你为什么突然帮他？钟雅沉默了2秒，然后轻声说，因为昨天我去找他，他让我再等等。他说你现在住院保胎，正好能拖时间，如果你这胎真没保住，很多事就更好谈了。这句话一出来，病房里的空气都冷了。还有一件事，你婆婆给我转的那些钱，有一部分不是何远的，是你每个月打给她的生活费。宋鑫直接骂了出来，真不要脸到家了。钟雅看着我，声音很低，我承认我一开始也不是好东西，但现在我不想再替他们兜底了。林小晨，这次我站你这边。他冷笑了一下，笑里没有一点温度。还有一件事你不知道，杜翠兰给我喝的安胎方子里也加了东西，她找人算过，我肚子里如果不是男孩，那副药同样能让我见红。宋鑫猛地把杯子放下，钟雅看着我，眼神里是真的凉了。他们家根本不把女人的命当命。我没说话，不是不想说，是忽然明白了。杜翠兰从来不是偏心，她只是把每一个女人都当成了随时可以换掉的零件。我是，钟雅也是。她走到门口时又停了一下。还有，我没怀孕3个月，她骗你说我快生儿子是为了逼你慌。我抬头看她，她回头，脸色白得厉害。我才7周，连孩子能不能留住她都没真在乎过。她想毁我名声，我就让她社死。她跑来我公司闹事，说我肚子里的孩子不是她的。我到公司大厅的时候，前台外面已经围了一圈人，保安拦在中间，何远站在大堂正中央，手里举着一份产检单，嗓门大的生怕别人听不见。他现在非要跟我离婚，就是因为心虚。谁知道他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谁的？我脚步一停，整个大厅安静了一瞬。前台小姑娘看到我，像见到救星一样跑过来，林主管，您终于来了。我把包递给宋鑫，慢慢走过去。何远一看见我，眼睛一下亮了，不是高兴，是等主角登场了。他几步冲到我面前，把那张产检单往我面前一甩，小陈，你敢不敢当着大家的面说清楚？你最近这么急着报警、找律师、闹离婚，不就是想倒打一耙吗？我看了眼那张单子，是我住院保胎时的检查资料，他连这个都能偷出来。我抬头看着他，声音很平。说完了，他又开始演。我也不想闹成这样，可你把事情做得太绝了。妈年纪这么大，被你吓得血压都高了，你还联合外人污蔑我出轨、骗房、伪造签名。他说着说着，居然还红了眼。我一个男人，真被你逼得没办法了。周围已经有人开始窃窃私语，有新来的同事不明情况，看我的眼神都变了。我盯着何远看了2秒，忽然笑了。何远，你是不是觉得只要嗓门大，脏水就能泼到我身上？他脸色僵了一下，我没理他，直接转头看向前台，麻烦把大厅的显示屏开一下。前台愣了，啊，开投屏。宋鑫把我准备好的文件袋递了过来，我从里面抽出第一张纸，先举起来。你说我污蔑你，那我们就一件一件来。我把纸拍在前台桌上。第一，这是我名下房产的线下黑中介预审申请记录，申请时间是我本人在公司上班的时候，那是我为了咱们的家，项目款真的卡住了，我就想着先周转一下。我没理他，
继续往下说。第二，这是贷款中介发来的现场照片，照片里拿着我身份证复印件的人是你。大厅里有人已经开始往这边挪，何源脸色明显变了，伸手就想抢我手里的东西。我往后一退，保安直接挡在他前面。先生，你冷静点。第三，这是我房本复印件、身份证复印件，以及你们提前打印好的空白授权委托书照片，这些东西是我从我婆婆床头柜里拍到的。何源咬着牙，你少在这边。我没给他说完的机会，直接把手机连上显示屏。下一秒，客厅监控画面放了出来，杜翠兰端着汤往我手里塞，我往后退，腰撞上茶几角，捂着肚子滑下去。何远冲过来的第一反应不是扶我，是蹲下去捡地上的贷款合同。大厅里彻底安静了，我站在屏幕前，声音不大，但足够所有人听清。你说你委屈，那你解释一下，我见红那天你为什么先护合同，不先护我和孩子？何远的脸一阵白一阵青，他张了张嘴，半天才挤出一句，那是误会。我当时太慌了，根本没反应过来。宋鑫站在旁边直接笑出声，是啊，慌的第一时间先保贷款材料，真是感天动地。大厅里已经没人说话了，所有人看何远的眼神都变了，不是看一个委屈的丈夫，是看一个把贷款材料看得比运气更重要的人。何远脸更挂不住了，声音一下高起来，那也不能证明他肚子里的孩子就是我的。这句话一出来，我连最后一点耐心都没了。我点开下一段录音，直接外放。先是杜翠兰的声音，她这胎要是个闺女，汤就继续喝；要是个儿子，就得换方子，别伤了根。再往后是病房里露出来的那通电话，阿姨不是说有办法让他消停吗？怎么还进医院了？录音一段接一段，整个大厅没人说话，连走廊里路过的人都停在了门口，没有人替他说话，没有人质疑我，所有人就那么站着看着何远，那种眼神不是看一个出轨的男人，是看一个连孕期腹中孩子的性别都要算计进去的人。我把最后一份流水单抽出来，摊在他面前，还有这个家庭卡流水、月租、营养费、婴儿用品、安胎费，我出房贷，你拿我的钱养外面的女人，我出房贷，你拿我的钱养外面的女人。现在事发了，你跑到我公司来，污蔑我孩子不是你的。我盯着他，一字一句地问，何远，你要脸吗？他彻底慌了，眼神乱飘，额头也开始冒汗。这些都是你断章取义，录音是偷录的，不能算数。我直接把警方回执拍在桌上，报警回执，立案受理，伪造签名，涉嫌骗贷，侵害孕妇人身安全。你要觉得我冤枉你，正好去跟警察解释。这一下围观的人群彻底炸了。我天，骗贷还想拿老婆婚前房去抵押，她都怀孕了还被这么算计，这男的也太恶心了吧。何远听着这些话，脸色难看到极点，他大概还想挽回，冲我压低声音说了一句，小陈，你非要让我在这里丢尽脸是不是？我看着他笑了，你错了，不是我让你丢脸，是你自己不要脸。话音刚落，门口2名民警走了进来，何远身体一僵，回头就想走，保安直接把人拦住了。民警走到他面前，出示证件，何远是吧？有人报警称你涉嫌扰乱公共秩序、恶意诽谤，并涉及伪造材料相关调查，跟我们走一趟。他一下急了，我没有，这是我们夫妻之间的事。宋鑫冷冷补了一句，那你去派出所继续讲夫妻感情吧。民警把他带走的时候，他还在回头看我，眼神里终于没了嚣张，只剩下慌。大厅里的人自动让出一条路，我站在原地看着他被带出去，没再说一个字。晚上8点，我准时到了公司楼下那家咖啡馆，宋鑫陪我来了，坐在隔壁桌盯着。钟雅比我先到，桌上那杯热水几乎没动，他没绕弯子，直接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，这个你先看，是一张手写的保证书复印件，落款是何远，日期是3个月前，上面写的很直白，如果贷款出问题，由钟雅以名义借款人身份先行承担，后续由何远负责偿还，并承诺孩子出生前解决房产问题。他早就不是临时起意，是盘算好了，一步一步来。钟雅低声说，这是他求我替他背债时写的，当时他说只是走个形式，说反正房子马上就能办下来，我不会吃亏。我没接这句，只看着钟雅，你叫我来不只是为了这个吧？他点头，往前推了推手机，还有汤的事。他咬了下嘴唇，像是在犹豫，但最后还是说了，杜翠兰不止一次跟我提过那个方子，她说老家有个老方子，女人怀孕前几个月喝了，孩子留不留，稳不稳都能调。我盯着他，调，对，他原话就是这个字。他还说女人命贱，孩子也得看值不值当留，要是留的是赔钱货，不如早点调干净，省得以后拖累。我手里的杯子一下攥紧了，我一开始以为他就是嘴毒吓唬人，后来有一次他在我那接电话，我听见他问人要几味药材，还问量大点会不会太冲，对方说什么我没听清，但他最后说了一句，他最近已经开始见红了，说明方子有用。这句话一落，我后背一阵发凉。钟雅从包里又拿出一张皱巴巴的小纸条，这个是我后来在他发给我的药材照片里截下来的，你看看有没有眼熟的。我接过来一看，正是我在处方小票上见过的那几味药名，有一味和方月提醒我的一模一样，我直接发给了谢律。不到2分钟，他电话打过来了，在哪？我报了地址，他语速很快，那张纸先收好，别弄丢。你家里还有没有剩下的汤料、药渣？保温壶残留有，我之前留了一部分。好，
明天一早送检。我问能不能定成投毒，谢律顿了一下，很难直接定，但只要能证明里面长期含有不适合孕妇食用的成分，就足够击穿他为你好这层皮。后面无论是离婚、侵权还是警方调查，这都是关键点。钟雅把手机点开，翻出一段语音，点播放后，杜翠兰的声音很清楚：你放心，你这边我给你补着，他那边不用太管，反正汤我一直盯着喝，他要是真保不住，也是他自己福薄。咖啡馆里很安静，这段语音放完，我连杯子里的水都没再碰。宋鑫走过来，直接坐下。够了，这老太婆就算这次进不了刑，也别想洗白。我回头看了眼宋鑫，又看了看钟雅，这一局是他们两个都以为自己手里有牌的局，结果最后一张牌都没打出去，全落在了我这里。从咖啡馆出来后，我和宋鑫直接去了谢律律所，已经快9点半，他办公室灯还亮着。我把保证书、药材纸条、语音和聊天记录全交给他，谢律一份份看完，神色越来越冷。可以了，明天先做3件事：第一，送检剩余汤渣和药材成分；第二，正式提交离婚诉讼材料；第三，申请财产保全和侵权责任预备方案。宋鑫问：舆论那边呢？何远今天在公司闹这一出，后面保不齐还会继续作妖。谢律点头，所以要3线一起走，法庭、舆论、家庭切割，同时推进。他看向我，林小晨，从现在开始，所有沟通尽量文字留痕，电话少接，人少见，尤其别单独回那个家。我点头，明白。第二天下午，送检结果先出来了，初步意见不是毒物，但明确写着样本中检出多种不适宜孕妇长期食用成分，其中1位存在活血风险，连续服用可能增加不良妊娠风险。这份结果拿到手时，我一句话都没说，因为已经够让我看清那锅汤到底是照顾还是算计。谢律当天就把离婚起诉、财产保全相关侵权材料一起整理好了。签字的时候，他把最后一页推到我面前，想清楚了。我拿起笔，签得很快，想清楚了，一个都不原谅。晚上，我爸妈那边的家门监控突然弹出提醒，我点开一看，杜翠兰居然跪在门口，她头发乱着，眼睛通红，拍着门哭：亲家，让小陈出来见我一面。我知道错了，我给他磕头行不行？我就是想抱抱孩子，我真没坏心啊。邻居已经有人探头出来看了，他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，像受了天大委屈。我妈气得在屋里直发抖，想开门，被我爸一把拦住了。我正准备打电话让他们别理，忽然看见监控画面里，杜翠兰哭着左右看了一眼，确定没人注意后，她慢慢站起来，脸上的表情一下就变了。她抬手擦掉眼泪，从袖口里偷偷摸出一把钥匙，银色的，很小，一看就不是她自己家的。我盯着监控，心一下沉了下去。下一秒，我直接给我爸打电话：爸，别开门，他身上藏了钥匙。我爸压低声音回我看见了，你妈已经去厨房拿擀面杖了。爸，你拦住我妈，别开门，也别跟她正面冲突，先录像，再报警。已经报了。5分钟后，监控里画风一变，杜翠兰见里面一直不开门，脸上的哭相开始挂不住了。她慢慢站起来，嘴里念叨着：真是给脸不要脸。下一秒，她真把那把小钥匙掏出来了。她蹲在门口，低头就往锁眼里送。我爸在门里直接喊了一声：杜翠兰，你敢开门试试？她手一抖，钥匙差点掉地上，但也只慌了1秒，她马上又嚷了起来：我怎么不能进了？小陈是我儿媳妇，她怀着我们何家的孩子，我来看看怎么了？我爸声音比她还稳：你再动门锁，我就告你非法入室。杜翠兰大概没想到我爸这么硬，脸上那点装出来的委屈一下没了。她站起来，冲着门就骂：你们林家也别太过分，一个赔钱闺女，真当自己镶金了。我儿子肯要她，是他祖坟冒青烟。这一段我全留着，骂回去没用，留证据才有用。很快，警察到了。杜翠兰见里面一直不开门，脸上的哭相开始挂不住了，她还想狡辩，眼泪说来就来。警察同志，我真不是坏人，我就是来看看我儿媳妇，他们一家人把我当贼房，我心里难受啊。民警直接问他：你手里钥匙哪来的？他脸一僵：这个以前小陈给我的。我直接发消息给我爸，告诉警察我没给过，他是私配钥匙。民警脸色也严肃了点，直接让他把钥匙交出来。他不肯，还在嘴硬。我就是配了一把备用，都是一家人，至于这么上纲上线吗？这句话一出来，楼道里几个邻居都安静了，大家都听明白了，不是误会，是他自己偷偷配的。民警把钥匙收走，又简单做了登记，最后口头警告他不许再骚扰，不许擅自进入他人住宅。杜翠兰这才灰头土脸的下楼。临走前，他还回头冲我爸妈家门口狠狠瞪了一眼，那眼神跟刚才跪地哭的人根本不是一个。这一段同样留着，刚存好，我妈的视频电话就打来了：小陈，你别怕，妈今天算是看明白了，这家人就是吃人不吐骨头。我看着她通红的眼睛，心里一酸：妈，对不起，把你们也拖进来了。我妈立刻摆手：说什么胡话，你是我女儿，你受欺负了，我们不替你撑，谁替你撑？当天晚上11点多，我正准备睡，手机忽然又震了，这次是个陌生号码发来的视频。我点开一看，画面晃得厉害，像是偷拍的。镜头里是医院走廊，杜翠兰坐在长椅上，旁边是何远，两个人都没说话。过了几秒，何远先开口：妈，实在不行就认了吧，房子这边估计拿不到了。杜翠兰一巴掌拍在他胳膊上：认什么认？
她肚子里那个还没生下来呢，谁赢谁输还不一定，可她现在证据太多了。杜翠兰冷笑了一声，证据多有什么用？只要孩子没了，她再硬也得他。我看到这里，后背一下发凉。视频还没完，下一秒，杜翠兰又补了一句：实在不行，就让她永远生不下来。我把那段视频从头到尾看了3遍，看完后我没哭也没骂，我先点了保存，再备份，再转发给谢律和宋鑫。1分钟后，宋鑫直接发来一串语音，声音都劈了。我靠，他这是明说了，这已经不是坏，是毒。林小晨，你今晚别一个人待着，我马上过去。谢律那边回得更快，视频来源先别问，先保全，明早直接补交警方和法院。另外，从现在开始，你身边必须有人，单独出行全部取消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和谢律直接去了派出所。那段视频，汤料送检结果，私配钥匙监控，杜翠兰在我父母家门口闹事的视频，连同之前的录音、转账、抵押材料一起交了上去。办案民警这次脸色明显比前几次更严肃，他把那段偷拍视频听完，抬头问我：你近期有没有再接触过他们？没有。住址他们知道吗？知道我爸妈家，也知道我原来住的婚房。他点点头，做了详细登记，又提醒我最近注意人身安全。从派出所出来，谢律直接带我去了法院，离婚诉讼、财产保全、补充证据，一项项交进去。签最后一页字的时候，我手很稳。开庭那天来的比我想象中还快，我穿了件最普通的黑色外套，头发扎起来，什么首饰都没戴。何远和杜翠兰来的比我们晚一点，何远整个人瘦了一圈，眼下发青，没了以前那种装出来的体面。杜翠兰还是那副样子，只是看我的眼神更阴。她一坐下就开始抹眼泪。法官，我真不是坏婆婆，我就是关心她，想着给她补身体。我听着都想笑。开庭后，谢律没给他们留一点喘气的机会。房产婚前购买证据、还贷流水、伪造抵押申请材料、贷款中介照片、家庭卡转账记录、汤料送检结果、家中录音、客厅监控、私配钥匙视频、医院走廊偷拍视频，一份接一份往上递。法庭上很安静，越安静，何远的脸越白。到后面，他连抬头看我都不敢。法官问他关于原告名下房产抵押申请，你是否知情并参与？何远嘴唇动了动，还是硬着头皮说：我是想周转，不是诈骗。谢律直接接上：周转需要伪造签名吗？周转需要偷拍证件吗？周转需要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提交再审抵押申请吗？一句接一句，把他堵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轮到杜翠兰时，他还想装可怜，那个汤真的是偏方，我们老家都这么喝。谢律直接把送检报告和录音摆出来，偏方里含有不建议孕妇长期服用的成分，这叫偏方还是风险？另外，你在录音里明确提到，他要是真保不住，也是他自己福薄，这也是照顾。他一下噎住了。最狠的一刀是钟雅来的时候，他穿得很简单，没化妆，脸色苍白，但说话很稳。他把何远写给他的保证书、聊天记录、转账记录，还有那句真不行你就说孩子不是我的截图全交了。他跟我说会先拿林小晨的房子贷款，之后再和他离婚。杜翠兰也跟我说过，林小晨那边如果孩子保不住，更方便处理。我承认我一开始也参与了，但后面我发现他们谁都没打算放过，只是谁能被利用就先利用谁。法庭里一下安静下来，何远猛地抬头看他，眼神里全是慌。钟雅看都没看他。钟雅，你胡说什么？你不是最会说吗？现在你自己说。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挺没意思的，他们之前抱成一团，拿我当傻子，现在真要出事的时候，一个比一个跑得快。谢律把那段医院走廊偷拍视频放了出来，画面不清，但声音很清楚。只要孩子没了，他再硬也得他，实在不行，就让他永远生不下来。视频放完，法庭里安静的连翻指声都没了。杜翠兰脸上的血色一下退了，终于慌了，她张嘴就说：这不是我，这是捡的。法官看着她，声音也冷了下来，是否属实会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判断。庭审结束前，谢律最后说了一句：原告要求离婚，要求确认涉案房产归原告个人所有，要求被告承担相应法律责任，并保留进一步追究侵权及刑事线索责任的权利。我坐在原地，第一次觉得胸口那块压了很久的石头开始一点点松了。结果出来的不算慢，法院支持离婚，确认房产归我个人所有，对伪造材料、骚扰、侵权相关问题另行移送处理和配合调查。消息下来那天，宋鑫直接给我买了个小蛋糕，插了根蜡烛，庆祝脱离垃圾桶。我笑了半天。下午我一个人去了趟母婴店，不是为了谁，是给我自己买了双最小号的婴儿袜，很软，浅黄色。店员问我几个月了，快4个月了。他笑着，正准备说什么，我的手机震了一下，是谢律，后续刑事线索调查正式立案了，杜翠兰那边下周配合讯问。我看完，把手机放进口袋，抬起头，阳光很好。那个曾经觉得我怀着孩子就好拿捏的人，终于明白了一件事，我不怕加散，我只怕你们以为我会怕。下周到了，他早上给我发了一条消息，他今天进去了，我在外面跟进，有情况随时联系你。我回了一个好，放下手机去上班，我不需要亲眼看见他进派出所的样子，那种事我等得起。杜翠兰坐在审讯椅上，头发乱着，眼睛通红。我就是个不识字的老太太，什么都不懂，都是我儿子让我做的，
我只是听话。谢律靠在墙边，声音很平，发来语音。他一进去就哭了，那些眼泪比在你爸妈门口跪地时还要熟练。警方把药材购买记录摊在桌上，时间、地点、金额，一笔一笔，清清楚楚。朋友送的，不是我买的。朋友叫什么？记不得了。警方把他的手机记录打开，和同一家药材店的通话，足足7次。杜翠兰的手在桌面上微微抖了一下，7次。他一边端着汤叫我好孩子，一边打7次电话，问那位要加多少才够量。杜翠兰改口了，是我自己买的，但是给我自己调理用的，不是给他喝的。警方按下播放键，他要是真保不住，也是他自己福薄。他猛地抬起头，脸上的表情从狡辩一点一点裂开，那是气话。我哪里真的想害他，我就是嘴巴不好，嘴巴不好。7次电话，19天的苦药汤，一锅一锅不停地炖，叫嘴巴不好。何远坐在桌前，低着头，握着笔，书面陈述，白纸黑字。药方是他妈自己找来的，他当时劝过，但没拦住。他不知道那方子会有问题，何远不知道，何远劝过了。何远是无辜的。笔落下去的那一刻，他没有抬头。他在厨房里那句你别弄太过，他最近已经起疑了，大概从来就没说过。警方把何远的陈述念给杜翠兰听，他愣了整整3秒，然后崩了。他开始骂，说何远是白眼狼，说他这辈子为了这个儿子什么都肯做。骂到一半，他自己说漏了，我就是去找人问过，那几味药一起用，会不会动胎气？这也有错，动胎气3个字是他自己说出来的，不是警方问出来的。记录在案。他听见笔尖划过纸的声音，脸上的血色一点一点褪干净。他扶着桌子，慢慢瘫回椅背里，头发垂下来，遮住了眼睛。那不叫偏方，那叫选择。他一直知道。谢律发来最后一条消息，杜翠兰案移送检察院审查，何远配合调查从轻，但骗带伪造签名指控不受影响。我看完，把手机锁屏，放进口袋。宋鑫那边发来一段语音，气都没喘匀。何远卖了他妈，他妈骂他白眼狼，骂着骂着把自己骂进去了。这报应来的真是又快又准。我没回他，只是靠在阳台栏杆上站了一会儿。外面的风不大，楼下有人在遛狗，有小孩在跑。我低头摸了摸肚子，他们现在才知道，我的孩子从来都是我一个人的，不是何家的筹码，不是杜翠兰的棋子，也不是任何人拿来威胁我的理由，就是我的孩子，仅此而已。